这个世界上啊，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已经没有二手价这个东西。二手价这个东西啊，照我这样看来，在未来它只会越来越烂。为什么会有一个 banner 写什么3年 warranty？ 为什么会有人在底车在细尘？这是一个 Lotus 来的嘞。所以啊，其实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二手车行了啊。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要买新车记录器的话，千万不要买那种70的，因为那个70的新车记录器啊，你坏了过后你找不到人的嘞，你不知道去找谁，你就是准备把它丢进垃圾桶了。而且它的拍摄出来的 quality 啊，真的是烂到极限，烂到极点。所以如果你们要买新车记录器，千万不要买70的。哇，我跟你们讲一个现象啊，我发现有些二手车行啊，他们已经用 shopping 的 car park 来做他们的销售中心了。就是你看这里停了很多的车，看起来他们就像是在这个 parking 这边 parking 了，然后进去 shopping 的一些车主的车啦。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个 banner 写什么3年 warranty？ 为什么会有人在底车在细尘？然后看到吗？这些车有些的 wiper 已经是被打上来了的。这个是一个 Lotus 来的嘞。所以啊，其实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二手车行了啊，看到吗？还有放控啊，看到吗？这个是他们的 delivery bay 啊，直接就这样放一个车在那边。所以二手车行已经就连 shopping mall parking lot 都变成他们的二手车商 parking 车，然后做销售的地方了。这个就是他们在清理那个车要卖的二手车，大开眼界。现在的二手车行已经没有去租一个空地或者去租一个地点这样子来卖二手车了。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 topic。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二手车在马来西亚还可不可以生存啊？首先我们现在在这辆车呢，就是摄影师阿伟的一辆 MyV Gen 1。讲到这个二手车，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大街小巷、路边都会有很多二手车行，然后那些二手车行里面的车啊，真的是几十辆、100多辆，甚至有些是几百辆二手车的嘞。我真的觉得那些二手车行的老板啊，他们真的很有钱囤那些车，你懂吗？他们买那些二手车回来哦，是要真金白银的去买回来的嘞。假设这辆 MyV 啦，第一代，假如是8000块，他真的是要花8000块去把那个车刺下来，然后绑在他那边，然后不懂要放几久才卖得掉。这个只是一辆8000块，假如他有50辆8000块的车，而且不是每一台二手车都是8000块的嘛，有些是5万块，有些是10万块，有些是20万的二手车，所以真的是要花很多钱来囤那个车在那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联想到二手价这个东西。很多人卖车啊，他们就觉得这个二手价好像不如以前了啊，以前的神车级别的品牌啊，Toyota、Honda 也还不错，二手价都是很好的。所以你看到每次我拍什么车都好，那个 video 下面啊，都会有人在讲，不管这个车怎样，没有二手价我就不会买。可是我跟你们讲一个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已经没有二手价这个东西。原因其实是有太多中国品牌的车进来了，不是讲中国品牌车进来搞到二手价坏事啦。其实中国品牌车进来哦，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用比较低廉的价格买到更高的配置，而且是新车嘛，新车的利息就会比二手车的利息低，二手车利息肯定是高的。所以我们这样把它串联起来就很明白了，新车越来越便宜，配置越来越好，二手车谁还要买？所以如果没有人买二手车，我假设我自己是一个二手车老板啊，我要买一辆二手车进来parking在我的地方哦，我不懂要park几久才会被卖掉的。所以我在收车的时候，这个收车价我就没有信心，我一定会把那个二手价压低一点，保障自己嘛。然后新车又一直进来，新车价格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我这辆车怎么办？所以二手价这个东西啊，照我这样看来，在未来它只会越来越烂，除非你收的是那些 antique 啊，或者是那些 classic 啊，或者是那些有价无市的车。我们讲我们平民百姓可以买到的车，好像这辆 MyV 第一代，好像我的 Saga 这些车，肯定就是没有什么二手价。但是不管二手价还是怎样都好，你买的是新车也好，你买的是旧车也好，最主要我们在路上驾车，最重要就是要保障自己的个人安全。怎样保障自己的个人安全？其实我一直都在推广行车记录器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啊！就包括我们的摄影师的车呢，最近也安装了一个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70迈的 A800 SE， 它的价格啊不是很贵，所以呢非常适合比较便宜的车。所以我们今天顺便来讲一下，那时候我们安装了这个 A800 SE 上来这辆 MyV 第一代过后的一个使用心得。这个我们安装的过程啊，其实有很完整的记录下来，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自己买这个行车记录器，然后自己
在家 DIY 安装，省这个安装费的话，也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影片这个左上角这边就可以点击过去看到。这样如果又来我自己讲的话，这个就变成好像广告这样了。我们要给真实用户，每天在开这辆车的阿威来讲，这个行车记录器用起来是怎样的一个体验 ？OK， 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使用了这个 A800 SE 3个月过后，让我觉得最有感的提升。首先呢，就是它的画质，因为其实我之前用的是在 Shopee 买的那种8亮的 Dashcam 嘛，3个镜头70块了，然后拍出来的东西好像得白内障这样，整个画面蒙蒙看不清楚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网络上看过一些那种 Accident 啊，还是那种8亮 Driver 啊的那种 Dashcam 画面啊，有一些就是它的画质是蒙到你根本看不清楚车牌啊什么东西。我的以前的 Dashcam 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自从我换了这个 A800 SE 过后呢，我觉得最直观的提升就是它的画质。好像有一次我跟我朋友聊天啊，就是有聊到啊那种你走在路上啊那种十字路口，突然间有一辆车杀出来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刚好我有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有用这个 A800 SE 记录下来，我就把这个画面 share 给他看，就我们分享啊。然后我的朋友看有这一个画面啊，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哇，怎么这个 driver 这样子的，他第一个反应是来问我哇，这个 Dashcam 哪里买的哦？这样高清一定很贵哦。然后我就跟他讲到没有啊，其实这个 Dashcam 价格都很透明的，在 Shopee 上面就可以看到那个价格了。然后性价比我觉得也是蛮高一下的啦。然后讲到这一点呢，我就要提到今天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点，就是这一台 A800 SE 呢有这一个 WiFi 6的功能，我可以直接从70迈的 Apps 那边 download 这一个行车记录的画面下来，而且因为它有这个 WiFi 6功能嘛，所以它这个 download 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要大卡用电脑找，它可以支援高达512GB 的 memory card，512GB 你可以录超级久，我觉得可以录2个礼拜。如果你调最高画质啊，可能超过。如果你要找回2个礼拜前的画面，把那个卡拿下来插进你的电脑，你可以慢慢 scroll 看到你。除了这2个点啊，我觉得第3个给我最直观的提升就是它的稳定性。如果是你们有在 Shopee 啊，还是在哪里买一些那种比较杂牌啊、比较便宜、比较8亮的行车记录器啦，你们应该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那个行车记录器啊，会有点缩底这样的，有时候有录到，有时候又没有录到，有时候会黑机啊、死机之类的。好像我之前那个70块的行车记录器啊，头还歪一边的，就是它那个关节那边啊，它是松的，你嘛，它是调不紧的。可是因为它就70块啦，你可以要求什么？但是今天我换了这个 A800 SE 过后，我可以 feel 到它整个品质是很稳定的，它就不会爽跟你死机一下、黑机，就是你要用到它的时候啊，它是可以发挥功用的。可是如果你安装的是那种70块的行车记录器啊，你不懂它里面的造工用料是怎样的，它既然可以卖这样便宜，它的造价肯定是更便宜。它里面的电池会不会短路啊？会不会起火啊？变成你装了一个定时炸弹在你的车上，这个真的是可怕。所以我们安装行车记录器啊，就要选70迈的行车记录器，因为这一次70迈 A800 SE 它搭载的是一个超级电容电池，它的这个充放次数啊是肯定比那种普通电池来的更加强。而且啊，这个 A800 SE 它的 4K 高清呢是真实的 4K 高清啊，就是那种真正拍出来很清晰、很高清的画面，而不是那种可能它的镜头本身没有 support 到 4K 那么高级，他们就用演算法或者用一些后置的方式，把它的这个素材变成很大，很像 4K 这样。其实那个是一个假 4K， 但是70迈呢，这个 A800 SE 给到的是真实 4K， 而且还有70迈的这个 MyColor Vivid Plus Solution 的加持啊，画面是真的很高清，那些车牌啊，全部你拿来 zoom 大看都可以看到一清二楚。那白天很高清吗？晚上怎么样呢？70迈也是有一个他们独家的70迈 Night O Vision， 所以夜间拍摄出来的画面也是很高清，就算在低光环境下，也是可以带给大家很有安全感的画面。相信大家都对70迈的产品不陌生啊，不过因为他们的产品线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的产品，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款70迈的 Dashcam 的话呢，很简单，我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放上他们的一个官方链接，点击进去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对比所有70迈品牌的行车记录器，包括今天这个 A800 SE 的行车记录器里面的所有配置，都可以在70迈的网站里面看到一清二楚啊。像我们影音创作者啊，我们最主要最直接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创作内容带给观众的呢，就是镜头啦。镜头这个东西对70迈来讲也是非常讲究。这次的 A800 SE 搭载的这一颗镜头啊，是一个 f1.55 大光圈的镜头，所以它收光量比较大，拍摄出来的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更加干净。而且70迈的这个 A800 SE 可以选择30 frame per second， 所以在镜头这一方面啊，70迈真的非常讲究。只是讲了这样多啊，我觉得行车记录器啦，不外乎最重要的就是2个，第一个就是质量稳定，第二个就是它的画质。因为我觉得你装了这个行车记录器，你就是要记录东西嘛，可是如果你拍出来的东西你根本看不清
清楚。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行车记录器你可以直接丢垃圾桶啊。然后讲这个东西，我就要再分享一下，市面上有这样多牌子的行车记录器，为什么我们要选70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70迈有很好的售后服务。就好像我使用70迈产品过后，我才知道，原来如果你购买了70迈的产品，你是可以享有高达18个月的warranty的。它头12个月呢是 one to one exchange 的，然后接下来的6个月是保你维修啊，而且它还是有 MCMC 的认证。可是如果你买的是跟我一样70块的8辆行车记录器，你坏掉你就是丢了。我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啦，上个月刚好我这个 A800 SE 有一些 firmware 需要 update， 可是因为不是很会弄，所以我就回到这个70迈 Dacia 那边去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也无条件的帮我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免费的。如果是我之前那个70块的行车记录器遇到问题可以讲就讲哦，还可以讲。所以在今天这整部影片的内容里面，大家也看了有很多用这个 A800 SE 拍出来的一些前置镜头还有后置镜头的一些 sample。这些 sample 呢，在画面上不仅是高清，你 zoom 大来还可以看到对方的车牌号码以外，你好像过那些桥底啊、隧道啊，因为这个镜头它是有 HDR 功能，也就是讲它不会过曝或者过暗，它会自动给你调节这个 ISO 啊、白平衡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安装一台行车记录器，它会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你不用去操心就对了。所以想要买到这个行车记录器 A800 SE 的话，非常简单，在这个影片的左下角这边呢，就可以找到一个小框框，点击进去就可以直接传送到 Shopee 的70迈官方网店，你们就可以查看这个 A800 SE 的价格了。那如果是找不到这个小框框的朋友，不要紧，你只需要按暂停这个影片，这个小框框就会跑出来了。然后如果是用这个方式去到 Shopee 购买的话，还可以用我们独有专属的 Rider ATH 跟 Shopee 还有跟 YouTube 联手送给大家的 voucher， 是一个可以扣很多钱的 voucher 啦，有时是20%， 有时是30%， 总之很够力就对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好的机会啦。那讲回今天最主要的2个主要核心，就是二手车已经没有二手价，不管有没有二手价，不管你驾的车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Rules No.1 还是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的行车安全，所以行车记录器真的很重要。希望以后每一台车都有安装行车记录器。你们有没有看过 Facebook 啊？有些人他们的家人朋友遇到车祸，他们才在网络上面找有没有人拍到，因为他的车没有装行车记录。我不是要怪他们懂吗？可是这个真的很重要，这个是保障。如果你是被人家撞，如果没有拍到，最小。我觉得行车记录器其实就很像保险这样，就是当你没有用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它是一个浪费钱的东西，甚至你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当你有一天你要用到它的时候，它或许就可以救你命。这个东西很残忍，讲出来很难听，但是它是一个每次都在发生的事情来。你要自己跟自己的保险，自己的 NCD 没有了，那辆车以后不好驾了，你想要卖掉它，又没有二手价了。二手车都是肯定没有二手价了的，再加上你的车是 accident 车，又更没有二手价，你真的是亏了又再亏。以后不管拍什么新车影片啊，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留言讲，这辆车没有二手价的啦，我不要买啦。手里没有车有二手价了，它是一个恶性循环。二手车行会越来越多车卖不出，当他们的二手车越来越多卖不出，他们资金转不到了的时候，你要把车卖给他，他的老板又不能收高价，那个二手车价又在掉。新车进来价格好，性价比高，完了。所以我觉得啦，马来西亚要有老车报废制度。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是阿伟 ACS，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